早上还没起床或是准备出门的朋友，应该感受上都是蛮深刻的。今天傍晚呢，开始温度会明显的下滑。各位好，我是唐尼大叔，欢迎来到科技生活风。最近真的是冷翻了，北半球都开始进入到最寒冷的季节了，就连身处在亚热带的台湾也不例外。我也发现周遭许多朋友都在添购各种御寒的设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冬天御寒，什么设备最好用。我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常年在寒冷地方生活的经验。当时最冷的时候，白天的气温也大概会在零下20度到零下30度左右。像这样的地方，室内就会有供暖系统。最常见的供暖系统就是室内会有一些封闭的热水管线露在墙外，或者是埋在地板下，透过远方的加压站把热水送到这些管线里。那热水在管线里面流动，就可以让室内大概保持在摄氏20度以上。所以出很多人意料之外，台湾的冬天室内温度反而比很多会下雪的地方都来得冷，所以冬天取暖什么设备最好用呢？我个人认为，在台湾冬天最好用的御寒设备就是暖炉。暖炉大致可以分为电暖炉、煤油暖炉跟电煤油暖炉，这3种暖炉我都有多年的使用经验，而且目前都仍然在使用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3种暖炉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有它们分别都适合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来看电暖炉，电暖炉不管是叶片式或陶瓷材质的，基本上是透过电阻的原理来加热电热管、石英灯管、导热油或者是陶瓷片，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暖炉设备了。像画面中看到的这个电暖炉是我自己正在使用中的机种。像这样的电暖炉就跟电扇很像，可以遥控、定时、左右摆动、吹出热风。优点是操作容易，而且通常电暖炉的重量会比煤油暖炉来得轻。售价范围很广，像这个就是5、6千块，像这种的就要2万多。电暖炉的缺点是很耗电，有些石英灯管式或者是加热管式的，甚至都在1000瓦以上。还有一些叶片式的机种容易烫伤，而且暖房效果会比煤油暖炉差。再来是传统的煤油暖炉啊，各位在画面中看到的也是我自己使用好几年的可乐纳这个牌子的煤油暖炉。它的加热原理是以煤油为燃料，燃烧现在看到的这个灯芯，再加上后面的反射板把热能反射出来。它的使用当然会比电暖炉麻烦一些。首先你要先将煤油注入到油箱里你可以用电动的加油棒，这种加油棒在油箱满的时候会自动停止，有点像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加油枪，很方便。不过电动加油棒不太耐用啊，这几年下来我也换了好几个。其实你也可以用鱼缸的手动抽水泵浦来代替啊。装满油箱后，将转盘转到点火位置，按下橘色的点火键，几秒钟，直到灯芯开始燃烧了，你就可以放开。然后当灯芯完全烧红后，就可以调节转盘到适合的强度。这种煤油暖炉不用插电，点火是靠后面的4颗2号电池，所以也很适合在户外或者露营时使用。传统的煤油暖炉的优点是很安静，几乎没有什么声音，而且比起电暖炉、煤油暖炉的使用成本比较低。以我的使用习惯，注满一次油箱大约可以使用5到7天。那缺点是容易烫伤而且热能集中在上方，而使用者通常在暖炉的侧面，所以让使用的效率是降低的。再来是电煤油暖炉这个部分我会介绍的详细一些，因为这是3种暖炉中我觉得最好用、CP 值最高的暖炉种类。同样的，以我使用多年的大日 Dainichi 电煤油暖炉为例它的加热原理是将煤油气化后和空气混合燃烧产生热能，再透过风扇将热能传送出来。使用方法跟传统煤油暖炉一样，你要先将煤油灌到油箱里面。煤油可以在中油或者是台塑的加油站买到。我以中油为例子有4公升跟20公升2种规格。如果要买20公升的，我建议就要准备好加油棒或者是抽油的设备，不然你很容易在加油时把煤油洒出来，那个味道会有点刺鼻。不然你也可以跟我一样用4公升的包装，再加上一个漏斗，这样会简单很多。为什么我会比较推荐这种插电的煤油暖炉呢？它有几个很明显的优点。第一个，暖房效果好。由于煤油暖炉所能提供的热能本来就比电暖炉来得高再加上电煤油暖炉有配置风扇将热能集中送到特定方向，不像传统式的煤油暖炉，
热能会浪费在往上的空间，所以可以很有效率的提供暖气。第二点，经济和效能取得比较好的平衡。有人会问既然都选了煤油暖炉，为什么还要插电呢？这样不是会有煤油跟电费两种开支吗？其实电煤油暖炉的电力需求不大，大概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电扇，然后它又不像传统式的煤油暖炉需要燃烧灯芯来提供热能。稍早我也提到电煤油暖炉它的加热原理是将煤油气化后和空气混合燃烧产生热能。我在实际使用上也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煤油消耗会比较有效率。好，第三点，安全性相对高。由于电煤油暖炉的加热是在机身比较内部的位置，所以使用中触摸机身并不会烫伤。还有大多数的机器都有防倾倒的设计遇到地震撞击它其实会自动关闭。长时间使用后如果没有按下延长键，机器也会自动关闭来预防忘记关机。第四点，操作便利。电煤油暖炉可以设定温度、预约开机时间、燃油耗尽提醒，方便性远高于传统式的煤油暖炉。其实是不是电煤油暖炉就适合每个取暖场合呢？那当然不是最后我整理了几个使用情境来说明哪些暖炉会更适合。如果你是封闭型的空间，没有对外窗户或者是卧室，那么请选择电暖炉。因为不管哪种煤油暖炉，虽然在使用中不会有味道，不过在启动跟关闭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煤油味，你会需要短暂开窗释放味道。再加上煤油暖炉毕竟是透过煤油当燃料，建议使用几个小时后还是要让室内外空气对流一下，会比较安全。再来，如果你希望买一个暖炉，室内户外都能使用，那当然就买传统式的煤油暖炉。你在户外会有一些照明的效果，还可以把水壶放在暖炉上保温。有些人还会把电蚊香片放在暖炉上来驱蚊，露营时别有一番情趣。最后，如果你的空间不是密闭式的，又希望有比较经济又有效率的暖房效果，那么我会推荐你电煤油暖炉，这也是目前我个人使用率最高的取暖设备。好了，这期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今年的冬天特别冷，也希望大家能多注意保暖，都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取暖设备。如果对暖炉有什么想法，或者希望科技生活风团队补充后续的资料，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汤尼大叔，我们下次见。